结果窝之岛变成现在最大破口。柯文哲的市政神话完全破产。你的所有的案件检察官都要查明，你就可以羁押吗？好像也不对，所以他还自己揣测啊。哎呀，被告是为了要避免受到重刑，然后他是暂时的这个坦诚部分的事实，他日后还可能会避重就轻，所以呢，他要羁押。他其实就是告诉所有的政治人物说，我执政党有棍子，也有胡萝卜，你选择你是要棍子还是要胡萝卜？你知道就这样子。大陆法系也好，英美法系也好，都是在你判决之前推定无罪嘛。你现在没有他连起诉都还没有起诉的情况之下，你法官已经讲说他是有罪的，可以这样子吗？他写出来的这个裁定3个理由呢，显然跟法律的规定不符合了。第二裁的法官是认为说他知道，他说被告明知，他怎么知道他明知？检方现在不是要调查吗？那他要调查，为什么你的明知就已经认定出来？本演是侦查不公开的，公开的不公开嘛，这就是个东厂的行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被收押进监。柯文哲说：“我相信彭的专业。”彭正生说：“我没有专业。”那总要死一个人吧？这个大家也知道，北检是侦查不公开的，公开的不公开嘛。那真的看得很讨厌，这就是个东厂的行为。然后还有民进党自己发文帮北检解释，有够夸张哦。北院的3点理由哦，你怎么看呢？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了。我们就法论法，我们今天在看到他的裁定理由出来，他有没有说服力哦？我觉得应该从法条上面来讲，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羁押？羁押的3个要件呢？第一个，你是有逃亡或者逃亡之余；那第二个呢，他是认为说你有这个事实可以认为你会湮灭证据，你会伪造证据，你会变造证据，或者是串证。第3个呢是讲说是重罪的情况之下，他有相当的理由认为你有逃亡、湮灭、伪造、变造或者勾串证人之余。所以你在你的裁定写理由的时候，不是针对你认为他是犯罪重大还是不重大，然后这个的去分析，你应该要按照这个有没有构成，有没有逃亡之余啊，有没有串证之余啊，这个情况来分析嘛。你看哈，他说明明知道840的部分他是违背法令，他还执意为之，看起来的感觉好像是你已经判决了。不是吗？因为你在做羁押的时候，你的这个分析的部分只能够讲说他这个嫌疑重大，他顶多是符合我们刚才念给大家听的第3个构成要件的前半段而已。然后他的第2点呢，究竟你是单纯的图利金华城，还是说你是受贿的话，还需要检察官查明。奇怪了，羁押的要件有哪一个案件是检察官不应该查明的呢？你的所有的案件检察官都要查明，但是你只要检察官要查明，你就可以羁押吗？好像也不对。所以他的这个第2个构成要件呢，我觉得也没办法说服啦。所以他还自己揣测啊，他讲说，哎呀，被告是为了要避免受到重刑，然后他是暂时的这个坦诚部分的事实，他日后还可能会避重就轻。你知道，你单纯因为你揣测，你就可以下一个裁定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平常讲也没什么道理啦。然后第3个地方，他讲说，他为了要保全证据，然后所以呢，他不可以拒保、折付、限制出去。他说他要羁押。我就觉得这个跟法条里面的讲的构成要件其实不一致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不管是大陆法系也好，英美法系也好，都是在你判决之前推定无罪嘛。对啊，你现在没有他连起诉都还没有起诉的情况之下，你法官已经讲说他是有罪的，可以这样子吗？他写出来的这个裁定3个理由呢，显然跟法律的规定不符合了。这里大概有2个疑问，就是说，第一个是其实在第1次的羁押庭的时候，法官虽然把柯文哲无保请回，但是第1次的理由书里面也写到认定说金华城是个弊案，那只是说没办法认定被告呢有积极涉入的事实。那他应该是相信了专业，就是跟彭正生的这个专业，所以才会出现那个说法嘛。那因为柯文哲宣称他对于这个容积的扩展到840%，他是我不知道。其实我完全不知道，但这个被酸了很久了。其实平常讲我也不相信啦。
就是说这是一个送辩策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二裁的法官他有一个延续一裁法官的那个理由书的说法，现在差别只是在于说，到底柯 P 知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好，所以二裁的法官是认为说他知道，他说被告明知哦，对他怎么知道他明知的？对，因为他构不构成呢，就是刑事跟行政不一样。我为什么我在看这东西，我觉得荒唐。监察院他的纠正书呢，他处理的是行政的方面，对，那但是呢，刑事案件构成呢，必须他是以他的明知为要件。好，那明知是谁要举证呢？检方要举证啊。对，那检方现在不是要调查吗？那他要调查，为什么你的明知就已经认定出来？那关于他有提到说，以为本院羁押之共犯沈庆金、应小薇跟彭正生的所述，也就是说他们供词是没办法多拢，就是总有人在说谎。供词没有办法兜拢，其实你在院方的时候呢，你的起诉书里面，还有在你在院方将来的审判里面呢，你要把这些的，就是说他显然他不老实，他说的事实呢，跟真正的事情的情况他是不符合，他其实就是告诉所有的政治人物，就说我执政党有棍子也有胡萝卜，你选择你是要棍子还是要胡萝卜，你知道就这样子。我想这里面的关键点还是在检方未来能不能在他已经查扣的证据里面找出就是柯文哲真的有下指导棋，因为以目前所了解到的一个相关的证据，他到底是不是有直接下指导棋？但是我必须说，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关键，第一次羁押庭的庭审的时候，这个一裁的时候，他用的我不知道的策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可能是成功的，但是没有长远性。我说这个政治代价很大，法律代价未来可能会付出去。那果然在二裁的时候，法官只要认定说，你说我不知道，可是我认为你知道啊。我认为法官当然他没有全部写进去了，但是他敢说他认为柯文哲知道，一定就是因为柯文哲说他不知道。但问题是超多人跳出来说你哪里不知道，什么林周明啊一大堆，而且大家都有记录啊什么的。结果我不知道变成现在最大破口。政治代价第一个就是哇，你柯文哲的市政审判完全破产，就你过去你号称很厉害，可是你破产。只说实在，这个后坐力还在发挥。那另外就是司法的后坐力，是不是帮我们解释一下？作为一个主事者，重大的事项你是绝对不可能不知道啦。你说你细节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你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也好，或者将来你起诉之后你的被告呢，你的言论的信用，你提出来的这个主张的这个信用呢，它会很重要。那我就讲说，当法院讲说他不审他的新的事证的时候，就知道柯 P 不太妙嘛。为什么？一开始大家还想说，那就没有新的事证，那第一审法官是判无保请，那顶多就交保。结果我心里在想说，我这个会不会耍一招啊？对，很多人那时候在讨论这个，然后柯 P 我不交保，那这下法院就更不可能判交保，要么就请回，要么就羁押。基本上面它有来讲，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了。对，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就应该是更谨慎。对，没错。对，确实如此啊。这里面是不是检方跟院方应该要更加的谨慎去进行这个判决哦？可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状况，也是柯文哲的决策上出了一个问题。